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在2035，就是未来的台湾？我只觉得比较黑。我们今天把这个场景塑造的很 cyberpunk 的感觉啊，朋克音乐啊？不是，它是 cyberpunk， 其实它是一种小说的类型啊。基本上这种小说通常讲都是一个未来啊、末世纪啊、边缘人啊这种有点科幻类型的小说。所以像那个什么愤怒到。那个算吗？那个不算吗？那个是未来，那个是未来，很久的未来，那个是在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未来。《银翼杀手》你看过吗？有，好不好？之前电视有重播，我有看。对，它其实就是 cyberpunk 这种感觉很重要的一部电影。对，还有就是像阿基拉，阿基拉，这个我也有。太好了。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它的电影给我们的感觉也是很 cyberpunk。OK， 对，你有看过吗？当然有。好，马上又帮我什么来？对，那是什么电影？告诉大家。气魂。你怎么了吗？王太太，你还好吗？对，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就是《气魂》。姐夫啊，嘿，我觉得好像我们不太适合这么昏暗的感觉吧？真的吗？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适合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们比较适合阳光普照型。哦，真的吗？对，来，小诺。对嘛，我们就适合这种感觉啊。对，我觉得刚刚那种感觉啊，就是一直让我心神不宁，对啊，而且你看整个画面亮起来，你头发也竖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心神不宁就是我的头发的问题，到底是谁弄的？对，好，我们讲到《气魂》这个电影啊，其实骆师傅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我最大的感觉是，哇，台湾电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题材的领域，或者是说它的整个格局又变得更大一些。我本来以为它是灵异电影，但是没想到它加入了科幻的元素在里面。我看到第一颗镜头的时候，我想说元宵节快乐，可是台湾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再看到它有一些很未来的东西，了了。对。20年后的台湾就是这个样子啊。对，然后它也让我想到一部之前的电影叫《双瞳》。哦，那很久啊，20年前吧。很厉害，我有看过这部。陈国富导演，他也是一个台湾一些惊悚片的里程碑。哦，这你的感觉是这样。虽然我们说最近的台湾的电影越来越进步，但是题材方面。其实这个很创新，对，这个的确很创新。对，当然就是我觉得在资金方面，这个也是需要一点资金的挹注，才能够做出这样的规模。尤其技术上，其实已经做到一个，我觉得算是炉火纯青。我觉得很酷。对，好，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电影的感觉。但是你如果没看过这部影片的话，现在是暴雷警告。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它一定是。要看过你才会听得懂，如果不看就会觉得你就知道我们在那边干嘛，或者是我们会没有办法讲得更多一点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如果没有看过电影的话，你就先去看电影，或者就是先把这个视频按掉，我们还有其他电影可以看。那如果看了就继续看下去。丁丁有没有看？张董要把他们 Q 进来。不过他们应该会要看吧。好，接下来的东西就是完全爆雷。我们要先从哪一个角色开始讲起？我觉得先从电影本身的，你觉得如何？哦，对，我觉得这是头发的关系，真的，今天头发影响我很大。还是水逆的关系？你觉得《气魂》这个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星座？星座能量的话，因为一开始光是看它的名字，跟一开始前几分钟的电影铺陈，其实一开始有很多的神秘跟灵异的这个部分的感觉，跟气氛的塑造。对，天蝎座其实对天蝎是有，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也会以为跟双鱼可能会有关系，或者是就是那种神秘学嘛，因为它一开始有很多神秘学的一些符码在里面，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好像。不是天蝎就是双鱼，而且它基本上它会有一个跟死亡会有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会跟天蝎座有很多的连接。但是呢，我告诉你，带进去公狼学加干单，其实这个电影前面灵异，后面是一个很科幻的东西，而且甚至是超科学的一个领域。对，就是可能它也是关系到很多我们现在还
无可知的科学技术，对，所以这又会觉得它又会有很保平的一个倾向，而且它的剧情发展非常的猎奇，对，而且有很多的变化的这个部分是让我们感觉到意外的这个部分。对，很出乎意料之外的，但是其实你要我去取舍天蝎或者是宝瓶，其实我很难取舍。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的死亡诅咒这些部分，其实跟天蝎有很大的连接以外，我们讲到，你看我们的脑科学一定就是神经传导，这是我们宝瓶在掌管的地方。宝瓶也很忙。对，然后再来又讲到了 RNA 的制作系统 ，DNA 这个部分，其实在占星学里面它是由天蝎座掌管的。真的啊？对，就是天蝎座。等一下，天蝎座除了掌管性器官，也掌管 DNA 啊。你不要把那个天蝎座永远只有跟性扯在一起。还有直肠，我知道。还有大肠。对，大肠直肠。它跟 DNA 有关系。对，因为其实天蝎它掌管的是一些在事情背后的秘密，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所以那冥王星的话，它也是掌管了跟前世有关的一些能量的星体。所以它跟天蝎座也掌管了一些跟遗传性疾病比较有关系的关联。对，那然后呢，在古典占星学里面，宝瓶座它其实是由我们的土星所守护的。那是到了近代发现了天王星之后，才把它归类在天王星管。但是土星也一直掌管着宝瓶宫。那讲到这个，就会变成土星，原则上它就是也是一个跟业力有关的疾病。所以当我们讲到就是土星跟冥王星的时候，其实又会跟癌症会有比较多的连接，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这个电影里面有充满非常多的宝瓶跟天蝎的两个他们交织在一起的符码，而且还有很多的人性纠葛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天蝎很擅长的。天蝎加宝瓶，如果是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要看他的是太阳天蝎还是月亮天蝎，太阳宝瓶还是上升宝瓶，其实要看。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以月亮是天蝎的话，那种纠葛或者是说那种情绪的不稳定，或者是那种情绪的那种深度，又会比太阳天蝎更深。对，好。Anyway， 它是有很多个组合，其实要列出那样的组合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来，如果是这样的人，下面加1啦，对，好不好？而且我会觉得这个电影它上映的时间非常的酷，它就是在5星、6星，就是群星集在宝瓶宫的时候上映。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它的宝瓶能量，或者是说大家对于这种类型的片子的兴趣又会提升不少。真的假的？是一个很而且你看又是。群星在宝瓶，然后又水逆在宝瓶，难怪他卖座第1名哎。是吗？是啊。OK 对啊，他卖座真的。因为我觉得是好看，所以但是我没有去了解票房它实际是怎么样的。截至目前为止，它是票房最高的保持者。对，好，星座讲完的是天蝎加宝瓶，里面的人物众多，然后每个都是大咖，对不对？那我觉得。那我们就先从最小咖的开始讲好了。最小咖是谁啊？对，李艳。你是要整死我吗？你这个就是要整死你怎么样？好，我们不要回来。没有，对我开玩笑的。我觉得今天头发是让我觉得很烦。对，其实李艳这个角色，我们刚讲了暴雷，他。怎么讲？它就是四个人，对，它就是一个壳啦。对，它就是一个壳。然后它有4种性格，我看你怎么讲，你会讲我就对不对？好，开玩笑。好，梁文超这个角色，我从演技上面来讲，他真的是演到那个骨子里的，跟这我看到的癌症的大概是这样子。对，骆师傅觉得，你看到了哪些星座特质？你之前不是在超完美社区全部猜中吗？那你猜看。我觉得他是一个爱家，爱家的人，保护家庭的人，然后处处以家庭为重。即便是说，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他还想出门再多赚点钱，多赚12万也是钱嘛，对不对？好，巨蟹座。OK， 你这样的推断其实是合理的。真的吗？还蛮合理的啊，因为其实大家在讲到爱家的星座，或者是说为了家然后很暖男的星座，其实像我们之前在讲对他不暖男对，所以我就讲到这个，他不暖嘛，你第一个会觉得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他是很觉得就是要照规矩来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他跟巨蟹好像又有一点
不太一样。哦，是哦，因为巨蟹他想要的是传统，然后但是他要的是温情比较多。对，如果讲到你真的叫规矩来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摩羯他其实是很注重规则这件事情的。而且他刚好就在巨蟹的对宫。哦，那我们一般在讲对宫的时候，其实都很有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非常的，例如说非常的巨蟹好了，到巨蟹一个程度之后，他反而会有点摩羯的特质出来。然后一个很摩羯的人，摩羯到很极端的时候，会变成有巨蟹特质出现。对，那我们回归到张震这个梁文超的角色，你会看到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很一板一眼，而且是一个很不管他的职业或者他的呈现形象，都是一个很男人刚毅的一个特质。对。好，然后再来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他在跟那个阿豹，就是他的老婆张钧甯在聊天的，他就说。我考上检察官的那个晚上，失落是多于喜悦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边会让我有一个关键是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也希望有人跟我说你做得很好，好，这件事情有点孤独的感觉，对，有点孤独，而且他会希望的是，他考上这个资格，他希望换到的是别人对他的称赞，跟对他的肯定，好，这是一点。对，然后再来，你也会看到说。在那个信里面，他讲到说，让我在人生的这个时期学会了爱。其实这个是让我认为他是摩羯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因为其实摩羯座，尤其是太阳摩羯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基本上不管男女，他跟父亲的关系都有某种程度上面的距离感，要么就是觉得这个爸爸太严肃了，或者是太严格了，要不然就是觉得这个爸爸就是跟他有距离感，然后或者是说很忙到就是没有办法让他有太多让他跟爸爸撒娇，或者是赖在爸爸身边的那种情绪。现场摄影师就是太阳摩羯，你觉得是吗？我觉得我跟家庭关系好像还好。对，好像就是这样。好 ，OK， 没有啦，这也要看。那当然就会变成说，你会发现说，其实太阳摩羯他小时候，如果说又有很多星群落在摩羯，就是摩羯这个能量被加强的情况之下，他在小时候就会变成说，在大家会学习父爱或者是母爱的这个时间，他缺乏了一个就是父爱的一个 sample， 或者是父爱 sample 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对，或者是比较有距离感的，或者是大家比较一板一眼的那种父亲角色。长大之后可能就会变这样。对，因为长大之后，大家其实小时候已经习惯了，已经知道是父爱是长这个样子，父亲是可以很慈祥，或者是很可以怎么样，但他学到的版本是这个状态底下。等到长大的时候，而且摩羯他很注重，就是我们刚刚讲考取检察官啊，或者是说拿到好成绩啊，得到一个社会的认可。是，他很容易就会有一种就是我要得到社会认可，所以我要拿多少钱，我要开什么车，甚至我要交什么朋友。是，好，那结果。他认为这个是爱，可是当他再长大一些，他发现身边的人可能跟他对爱的定义可能有点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失落了，他才会要再回去学习爱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有很多太阳摩羯、月亮摩羯，或者是你的星盘里面摩羯能量比较强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种就是，大家好像对爱很熟悉了，可是我对爱的那个展现方式好像有点笨拙。好像有点不流畅，对，那于是才开始学习如何去关心或爱一个人这样子。所以张震在最后才会写那一封信嘛，对不对？对，所以他最后的这个题，我觉得是很一个就是摩羯的展现的一个告白啦，我觉得。对，大家觉得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聊到的是他老婆阿豹，这男人婆，台湾的女警大部分都长这样子，短发。可是对短发，但是我觉得张钧甯她诠释的。柔情又更多一点，不只是就是女警的那个剽悍，或者是那种很直爽的，它其实有很多的温情，然后跟凌厉也是有在里面，然后细心也在里面。好难哦！你现在叫我猜吗？当然了，你上次3回都答对，我现在该开始要做交棒了。哦，好，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双子吗？
请骆师傅指导。但是其实你考量到双子这一点，我也觉得是情有可原，因为他的确就是展现一个很聪明利落，然后而且他最后使用的那个手段其实也蛮双子的。对 ，OK， 所以爆雷我是要直说吗？当然啦，对，因为其实他最后是用一个比较取巧的方式，对，然后希望能够去达到他的目的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的确是双子，他可能会用一种小聪明，或者是说可能不那么正确的一个方式去做选择，因为双子他就是一个比较没有所谓道德感的星座，可是。对你这样讲就对。这个阿豹在剧中最后，她为了要救她丈夫，不惜以身试法，去做违法的事情啊。对，但是你要看哦，这很有趣。水星同时掌管了也是处女座，所以处女座之前我们在同学麦纳斯也有讲过，就是他会一直建立一个框架跟规则，然后最后把自己困住之后，他又打破那个框架之后又重新来，所以这就是水星很有趣的地方。它掌管了2个星座，然后这2个星座同时展现了水星的这个特质。对。那但是除了这2个星座以后，我会觉得就是其实更多一点点的，其实。我会看到他有很多在情绪上面的细心、贴心，然后他会收集那些资料，他会很去紧追的这一集一集的东西在里面。那当然，我会觉得最后这个他的取巧的部分，我也会觉得说可能会有某个部分是跟爱这件事情扯上关联嘛。好，对。那所以骆师傅觉得阿豹的这个他的星座可能会是。刚才我们讲过，就是当你的星座是很两极的时候，会很像对方。我会认为他会有比较多的巨蟹座的特质在里面因为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很细心嘛，而且他算是很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其实巨蟹它是我们水象星座的开创星座，对，所以只要是开创星座，即便是水象这种比较被动的，它也有某种程度上面的攻击力。所以你看，像那个王天佑冲进来要攻击那个张震的时候，给他一拳的是阿豹，而且就是他是为了保护家人这件事情。对，然后他对于就是灵魂的这件事情，相信灵魂，它其实会跟某种程度上面的传承，或者是说，不管你是以任何灵魂的形式，在车子里面跟张震讲的那句话嘛，传承的这个部分，他是很重视的。对，再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张震最后跟他讲说，我都已经这样了，我根本不想活了。可是问题是，他就是要让他活下去，因为他说我就是需要你。对，这非常的巨蟹会讲的话。真的吗？因为巨蟹它是不管它的守护星是月亮，或者是说巨蟹本身的能量那个本质，它都是一个非常是需要爱，它会不停的把爱像沙子一样用它的钳子拨进来的一颗星座，所以它会特别的细腻，会特别的。去了解对方想什么，因为他这样子，他才能够去知道对方有没有爱他，然后他要爱，而且他要把对方是能够钳住。那他不像天蝎是一直去攻击，他是想要钳住对方，然后钳住不放。对，所以巨蟹座的英文是什么 ？Cancer。癌症，也就是有点类似，像在隐喻像是癌症这种，它是会一直缠着你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它又要跟电影的符码产生关系的话，我觉得巨蟹在这边的这个推断，我觉得是有趣的。就是不想让他死，把他钳住，对不对？而且最后这个最关键的就是，不管是梁文超问万羽凡，或者是那个万羽凡问阿豹，他都会回答的那句话是。如果他是我，他会做出同样的决定。这句话，其实也回归到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当2个对宫星座极致的向对方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向对方。对，因为其实我们对宫，我们一般会讲说好像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我们是关注的是同一件事情，可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你说的星座到极致的时候会向对方，对，它就是整个互换，其实跟这个电影也有点关系。没错，对。讲完了梁文超跟阿豹之后啊，其实我本来想结束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今天头发真是太恐怖。对，但是。摄影师呢，非常的想知道另外2个角色的星座到底是什么。那就是里面的万羽凡跟那个王世聪嘛。好，那我们就先从
万羽凡开始讲好了。万羽凡这个角色，他其实就是双性恋。对，为什么叫双性恋？请骆师傅说明一下。双性恋的意思就是他会对，为什么是我解释？不是因为他在剧中，他在剧中，他在剧中，原则上他跟王世聪他基本上是一对 couple， 对，然后但是因为整个剧情的推移，所以王世聪最后会进入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大陆妹李艳的这个身体里面，对，所以就是说他就变成了一个真的女生，对。那可是他对于那个万羽凡对于王世聪的爱依然是没有改变的。对，其实我们的王世聪是个 transgender， 其实他是跨性别者，然后他是会装扮自己，是，然后跟万羽凡有很多亲密的互动，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会变成说，他不管是跟生理男性，或者是跨性别者，或者是最后生理女性，其实对他来说，他重要的是爱的感觉，对，真的他的性别是什么？是，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我会觉得这个很难呢。我觉得应该天蝎吧。但是如果说他其实可以爱男生又可以爱女生，这个我只能说这个人博爱双鱼座。OK， 我们之前的确啦，我们在科赛里面也有讲过，其实双鱼跟宝瓶是如产生同志情是很清楚，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双鱼因为它是海王星掌管，所以双鱼型的同志朋友，原则上你会发现说，他会有一个很长的模糊是，我真的是这个吗？我真的是喜欢男生吗？或者是我其实没有真的很喜欢女生，但是。好吧，会有这种半推半就的感觉。可是你在电影中你会发现说，万羽凡他是一直很清楚这件事情，而且他会觉得说他要的是就是这段关系，对，而且他对于肉体是什么样子这个部分，他其实不 care， 好像没有很在意这个东西，对，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就会回归到就是12星座里面，其实对于肉体欲望这件事情比较低的星座。出发，这个我不知道。对，如果我们单从就火星好了，火星掌管我们的情欲跟性爱，那其实一般来说，火星落在宝瓶或者是天秤的朋友，原则上他比较容易对性这个部分是比较容易有抽离，或者说不太会有一定非要不可的那个状况，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这个性是一个连结关系的一个媒介。对。那他不会特别说为了要有性而有性，他可能会觉得我是跟你有一个关系的。对，所以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就如果星盘里面你的天秤有比较多的行星落在里面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双性恋产生的成分比较多的一个星座。万羽凡他应该是天秤座。对，而且你看他所有出现的场面都非常的优雅，而且他就是很会去谈判嘛。对，他最后是。他谁会到检察官家里面去啊？是，对，他其实是很敢去谈判的，这个是天秤座非常厉害的武器。对，很多人觉得天秤座以和为贵，好像是任人宰割。对，其实天秤座很厉害，就是他很会周旋这件事情，而且他的周旋是不是用尽心机的周旋？他是让你觉得，对啊，我们可以这么做，对嘛？这是合理的，对，这就是让你去 say yes， 是，对，而不是。展现出像母羊是我逼你。好，万羽凡天秤座之后，那他的情人王世聪，我就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的邪恶、自私，然后最不可原谅的，其实也就是王世聪这个角色了。我们还是让骆师傅来讲好了，每次都我讲。其实一开始就是一直到最后，其实王世聪他的星座一直让我很纠结，因为我会直接的就是会跟宝瓶或者是天蝎，就是我们电影的这两个能量很相应的星座去做连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在里面可以看到越来越演，你会发现王世聪越来越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对。天蝎座就是很会藏秘密的一个星座嘛？没有啊，是天蝎座是个很会藏秘密的星座，对，他渐渐的不是你看到的慈善的企业家这件事情。对，那而且其实企业这件事情本身的话，除了我们讲到的摩羯，我们会很容易跟企业家连接以外，其实天蝎座掌管的冥王星。
它也跟大钱、大企业、财团是很有关联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其实基因工程这也是天蝎座在掌管的吧？是。然后脑神经这是宝瓶座掌管，所以其实这部分你又会觉得说，哦，它好像又有一点宝瓶，又有点天蝎，以及它在整个片子里面越来越揭露，就是它的那个比较没有不为人知的，对，然后以及不为人性。那个就是比较没有人性或比较没有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又会跟天王星的那种切割的特质，又会很明显。因为天王星就是宝瓶座里面，如果说你是天王星型的宝瓶人，其实你会让人家会觉得你翻脸像翻书一样。如果说你是土星型的宝瓶人的话，对他会比较多的是据理力争、一针见血，会看待一些事情很认真。对，那只是说在这个部分，我就会想说，他到底是宝瓶还是天蝎？好挣扎哦。对，然后阿超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爱过万羽凡？”他的回答是什么？我上辈子爱你，对不对？我讲错了。我上辈子爱过。我上辈子爱过。对，这辈子不爱，然后也不会爱。那这句话其实是让我去做最后推断的关键。对，因为其实它听起来好像又有一点宝瓶，又有一点天蝎，对不对？但是我们再细想一下这句话，他说我上辈子爱过，所以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切割，没错，这的确很宝瓶，但是他同时也讲的就是他关乎的是我现世这件事情。对，我现世不爱，而且我现世不会爱，而让自己有弱点。天蝎座最怕的就是自己有弱点这件事情，然后还被发现，而且他就是会让自己的血缘 DNA 一直连续下去那而且你会发现他其实展现的那个切断，并不是疏离而是一种对于贪嗔痴慢疑的那个追求，所以他切断，而不是我纯粹要跟人保持距离。宝瓶有比较多是我要跟人保持距离，但是天蝎有更多的是，如果我要切断这个东西，我一定是为了要得到某个东西。对，有目的。对，然后你会发现他把人对这种权力或者是金钱或的那种欲望表现的极致。对，这都是天蝎在管的。好，对，所以王世聪他是天蝎座。对，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王世聪跟万羽凡的这个关系，又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连宫关系啊。对，连宫关系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看到就是万羽凡无法理解王世聪，然后在他身上看到了他不熟悉，或者他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特质？所以在最后他讲出那句话的时候，万羽凡才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们连宫星座之所以会有一方对另外一方有兴趣的原因。可是你也发现说，连宫星座它并不是一个会一定达成佳偶的一个绝对条件，是觉得似曾相识啦，对不对？就是因为万羽凡有的东西是用贪嗔痴慢疑这东西打破了他的那个就是用理性和平的方式的那个逻辑概念。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星座看电影的节目啊，其实都有关联的。对啊，所以我们上集也有讲到这个，对，大家可以而且看看。如果这都讲了那个他可怜的老婆。他可怜的老婆一开始当然就是素贞啊，素贞，他一开始当然就是很明显的嘛，就是又有忧郁症又吃药，一样啊，然后又是宗教神秘学缠身迷信，所以一开始我就是觉得，这个人也太双鱼了吧，这应该就是双鱼吧，可是到后面你会发现说，他的这个恨意已经不是双鱼他能够去展现的这个部分，我会觉得他有更多的是那种嫉妒。然后又会跟天蝎产生连结所以这对夫妻就是双但是会不一样的是说，真的王世聪他其实会比较多的是冥王星型的天蝎人，唐素贞他是比较婚神星型的天蝎人，那而且基本上一般来说，如果太阳天蝎分男女来说的话，也可以看到，通常女天蝎会比较容易反映出婚神星的特质，所以善妒或者是说他对于这种感情背叛的这个痛苦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对天蝎座，为什么天蝎座他很讨厌背叛这件事情？对，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天蝎座代表不是为什么讨厌？好，就是为什么天蝎座讨厌背叛？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蝎座他真的太聪明，他太相信他自己的直觉了。所以如果今天他选中的那个人背叛他，就是他的直觉背叛了他自己啊。
很哦，对啊这个很神，我跟你讲，这很神。对啊，我下错赌注。对啊，就是你自己笨啊，就等于自己赏自己耳光，而且是赏很大的耳光。好，对，可以同意。那这样子好了，两个天蝎座的结合，要么就是非常爱，要么就是斗来斗去。应该说是说同样星座的结合这件事情，当然也要看年纪，但是同样星座的结合，真的成为夫妻的比率其实有限哦，真的。因为其实的确有啦，因为你会觉得说我们的想法跟逻辑是一致的，对。当然其实也会因为有时候太一致了，然后其实有时候你知道人就是贱嘛，就是会喜欢那种跟自己很不一样的，对，就是在成长过程中会容易有这种。喜欢坏的男人，那如果坏的男人被我收服了，我会有一种成就感或者是刺激兴奋的感觉。如果两个天蝎座在一起的话，就觉得好像照镜子一样。任何星座其实都容易会这样子啊。好，对啊。如果说他们的年纪又相近的时候，其实他们在一些比较凶险的星象，例如说我们最近发生的水逆或六星连珠等等，他们两个会一起承受类似的问题，而且解决的方式都一样。那这样子对于他们的婚姻就是很大的考验，因为他们等于像恐龙一样，他们没有其他的变通的或者是其他的思路或者是选择，因为他们太一致了。对。气魂真的是很好讲，讲很多。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再继续探讨的东西。对，讲好累，然后今天头发又很cyberpunk 吗？对，我还是变回那个样子好了，变回 cyberpunk 的样子比较适合我。拜拜。拜拜。讲好长。